医生，哎，医生，毛爸爸，毛毛怎么了？毛毛没事儿，邓医生的手术很成功。那就好。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刚才看你们一直在忙，也没吃饭。这是我爱人自己煮的茶叶蛋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您别嫌弃。谢谢啊。哦，家人来了。吵醒您了？哎呀，睡着了。累了吧？饭怎么一口都没吃啊？来，这什么？补充点弹药。茶叶蛋。挺香的。哪儿买的？是家属送给我的，我收了，您不会说我吧？怎么会呢？怎么样？有一股感谢的味道，这说明我闺女干得不错。那必须的。爸。谢谢您让我干临床。说实话，临床又苦又累，曾经一度想过放弃，但是真的很温暖，很幸福。谢谢您，宝贝儿，爸爸为你骄傲。你也吃一个。啊，别人送你的礼物，你得尝尝。李阿姨，那爷儿俩呢？吃完早饭一起上班去了。这燕窝给你放桌上了，要不要热一下？不用了。这爷儿俩，大半夜的才回来，天刚亮，就又上班去了，真把家当成旅店了。家人说这是他吃过最美味的东西，所以一定要跟妈妈分享。茶叶蛋还最美味啊！这是病人家属感谢家人的，家人真了不起，刚上班没多久就得到病人家属的认可。我女儿岂止这样能力啊，她是要当大领导的人，临床对她来说只是小菜一碟。确实好吃。哎，李阿姨来，你也吃一个。哎，汤老师，别老师叫那么欢快，还没答应收你呢。那你怎么样才能收我呀？这样吧，咱们还是从最基本的缝合开始。可以啊，这个我练过。哎，这次不是让你缝什么胶皮管子、猪大肠了？那缝什么呀？橘子皮。橘子皮？而且不是外面那一层，是里面，橘瓣那一层。那个这么薄，怎么缝呀？而且呢，还得在我规定的期限之内完成。多久呀？1个月。你想得美！好，1星期就1星期。
这样啊，我饶你一天，从明天开始计算，24小时，一天。一天？这怎么可能完成得了呀？那你当我没说过吧？一天就一天。什么呀？送你的，算是便携式大餐吧。这太可爱了吧！这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糖，没事的时候啊，你带上一包，方便你带着。到时候吃一点，别到时候又低血糖了。谢谢，喜欢吗？喜欢，特别喜欢。不嫌弃就好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乳铁蛋白，新希特的。没事的时候呢，你冲一杯，非常适合你。王航，怎么对我这么好呀？没有啊。哎呀，关心同事嘛，应该的。那你怎么不关心浩克呢？浩克他一大老爷们儿，不需要关心。那交3000呢？他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呀？啊，还有人叫我啊？对，是有人叫我。那我先去忙了啊。来了。哪儿呢？哎，哟，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还疼不疼？给你检查一下啊。怎么样啊？哦，还好，已经睡着了。啊，好，这样疼不疼？不疼吗？那没事儿。我这样按你痛吗？不痛。焦医生。啊。哎，你过来一下。哦，好。有任何问题，就按这个铃啊。谢谢。张老师。哎，进来坐，喝点水。你可以啊，下班那么久了，还不走？我还是放心不下，怕万一有个毛毛那样的，就再过来看看。你现在是越来越有个医生的样子了。我本来就是医生。哼，但是我警告你啊，如果再犯像上次那样的错误，我还是会让你卷铺盖走人。张老师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说。在你没有给毛毛做检查之前，是怎么确认他是结肠癌的呀？我没有办法确认，靠经验。经验啊？那你怎么跟毛毛爸爸说的这么肯定啊？我如果不说的这么肯定的话，我怎么能说服人家家长把孩子留下来，在我们医院检查呢？那要万一没有检查出来怎么办？那没查出来，大不了孙老大骂我一顿，再大不了谷老师骂我一顿，我没什么损失啊，起码没有耽误人家孩子的病啊。哦，有道理耶。警告你啊，别乱学，你还没有到擅自做主的时候。我知道。行了，你也别在这儿待着了，早点回去睡个觉吧，补补觉。那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奖励你的，辛苦了，劳模。谢谢啊。
想干嘛呀？我在玩玩具。那个那个。你怎么那么开心呀，姐姐？因为我今天被奖励了呀，而且奖励我那个人是个特别朴实、特别刻苦、特别刁钻的人。还有这么奇怪的人呢？嗯，所以呀，我们要拍照纪念一下。呀。谢谢你啊。幼稚。倒计时啊，还有1天啊，一天。应该让我看看吧。倒计时啊，还有1天啊，一天。怎么了，姐姐？明天我有一个关于生死攸关的考核，我要是考不过怎么办？你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会通不过吗？我真的这么厉害吗？真的，我一定会加油的。我很厉害。来拿橘子了，来分橘子吃喽！快来！我跟你们讲啊，这是你们程总爸妈自己家种的，这每一份都充满了爱，知道吗？哎，古公主，想来一份爱吗？不用了，你刚说这是你自己家里种的。是啊，来一个嘛，无公害的。来，我替王航拿一个来。哎，那你说好啊，1人1个，快点，回头来老问我来要。我可以多要几个吗？随便拿。那我就全都要啦。那我帮你拨一个吧。哎，你要是练的话，你不会自己买啊？我就是要不花1分钱拿下，到时候你可不许赖账哦。哼，那么有自信啊？你们说什么呢？橘子呀。橘子怎么了？练什么呀？秘密。不就是缝合术吗？有什么好秘密的？什么？拿橘子练缝合啊？啊，可不是外面这一层啊，你吃的里边橘瓣这一层皮。你出的主意吧？哼，他如果在1天之内啊能把这个练成了，她就是你的同门师妹了。开什么玩笑？多少医生都是从缝手套、缝猪皮开始练起的，1天就能练成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死我也要死个明白，不练怎么知道不可能？哎，你看，这叫决心啊！你练不成，不代表人家练不成。谁说我练不成了？那怎么的？你要比比啊！谁怕谁啊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那不是你这是要干嘛去？买橘子。哎，我这还有呢。我怕它不够用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是故意的。是我就是故意的，怕输啊？不怕，而且我也不会输。别吹牛不打草稿。走着瞧。气势逼人啊！既然你们俩都准备好了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叫加油！叫加油！叫加油！憋气！叫加油！叫加油！叫加油！哎，慢点。哎，轻轻糊的小一点。哎，不是你换个大点的橘子。
哎呀，公主，你那个精神角度不对，你不能那么来。很容易吗？你行，你来啊！来就来。让你们看看这普外第一遗嘱的风采啊！八哥跟着邓大神做手术的时候，你们还没毕业呢。哎呀，这些玩意儿你还不如我们小的呢。其实我是不是这太能用。这也太难了，教教，我觉得邓大神这根本就是不想收你啊！用这个，邓大神不愧是邓大神啊！你看，这太厉害了，跟艺术品一样。来，仅供参考啊。一天时间还没到呢，我肯定能练成。看我干什么？我肯定比你蹦得快。哎，老板，哎，你也刚下班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本来呢都跟3天说好了，我们打算一起敷个大水晶面膜回家补水的。结果呢，人家缝橘子瓣缝得连家都不回了。又是邓子昂搞对吧？我都听说了。我感觉3天真的是被邓子昂给整魔怔了，害得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回去。有我在呢，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回去呢？算了吧，我想早点回去，就不陪你等班车了。蹭什么班车呀？你叫滴滴，我送你回去。叫滴滴，我没听错吧？太破费了。没事儿。叫到了，还挺近。这么快？100米。哎，就那个，来了。走吧。走吧。谢谢你打车送我啊。没事儿。哦，你最近总熬夜吧？要不然试试这个。哎
用不上，我一大老爷们儿不需要，不用。哎呀，这个男生也可以用的。好吧，谢谢啊。哎，你看这房子，我未来的房子。这小区不错哎，离医院挺近的。哎，步行只需要12分钟就能到同心医院了。我打算在这买一套2室1厅的，最好是带装修的，这样就可以直接当婚房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问我干嘛呀？喂，宝贝啊，你看妈妈今天都给你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菜，还有你最爱吃的3黄鸡和大虾。啊，你不回来了？女儿还没吃呢，你不许动。哎呀，他都说了在加班呢，不回来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们同心也太坑爹了。前天那是出了大事故，要加班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今天好不容易轮到女儿休息，我给她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还特意买了燕窝，结果又被你们留在了医院。你看看，女儿这整天累成这样，她图什么呀？年轻人呐，就得求上进，就像他这个燕子筑巢一样，是吧？得一口一口的，得慢慢来，这以后才能出成果嘛。我女儿不需要这样，她是要当大领导的人。哎，说起来都怪你，你非要她去你们同心搞什么临床，累死累活的。累死累活那是你的感觉，我觉得我女儿干临床挺带劲儿的，她自己也喜欢。反正我不希望我女儿这么辛苦，我心疼她。是我理解，做妈妈的嘛，心疼女儿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那咱们也得尊重尊重孩子的意思，是不是啊？如果她像你说的那样，她喜欢仕途，那我肯定我支持，我绝对不会反对。但是啊，我说但是，如果她喜欢临床，我觉得你也不该拦着，是不是？你别说了啊，我这当妈妈的怎么能看着女儿往火坑里跳啊？什么火坑啊？看你这话说的。好了好了，今天咱们实在不说了啊，那都是以后的事情，以后再谈好不好？我说老婆啊，能不能先让我吃一口啊？饿死了啊！你给我放下啊！你先去同心看看女儿到底怎么样了，她有没有吃饭，是不是不舒服了？她要是感觉不舒服，你马上给我把她带回来。你让我现在再回医院去啊？你不去是不是啊？行，你不去，我去，我直接把她带回来。啊不，你别去，我去。老婆，你坐，我去换件衣服。哎。呀，你们还练呢？呀，你不要太辛苦啊！你赶紧缝完这几个，你就去休息了啊！娇娇，加油！哎呦，哎，又失败了。我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去忙了。鬼公主，加油！哎呀，还打不上结呢。等你缝完第2针再跟我说吧。你先别骄傲，说不定我都缝上第4针了，你还没打上结呢。
等会儿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实力碾压。哎呀，闻别人真气死人！也不知道这个人平时怎么练的。你以为什么人都可以成为大神啊？哎啊！你们在干什么呢？院长好，来了。哎呦，这是什么新花样啊？他们出的馊主意呗。这是谁缝的？这是邓老师。哎呀，这么好的手法啊，这么稀奇古怪的方式，果然只有他才能做得出啊！哎，你们练得怎么样？就是穿针还行吧，但是打结就一直打不好。来，我来试试。不错呀，爸，行啊。这个呀是有窍门的，你们看啊，这个橘子啊，和人的脑膜是一样的，又薄又脆，说缝合起来啊相当不容易。进针以后要完全利用这个针的弧度啊，从另外一侧出针。出线的时候要轻，因为呢它很容易就会割裂开组织。线长了一点儿。哎呀，我成功了！我看看。哎，爸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还不错吧？嗯。但这个不太好。行，进步挺快。再来。家人，家人。哦，家人。哦。咱们是不是？哦，是要回去了吗？哎，我倒没什么，我主要是怕你妈在家等急了。都这么晚了。嗯。哎呀，要是让妈饿急了，你可没有好日子过。哎呀，做不了我的同门师妹也没关系的，加油！你的鼓励我收到了，院长再见。再见，加油，小娇。拜拜，拜拜。赶快回去，你妈妈肯定在等我们吃饭呢。哎呀，世上只有妈妈好啊！不过我爸也不错，还专门来接我下班。我记得小的时候啊，特别希望您来接我放学，可是您总不来，总说工作忙。当时我不理解您，现在我当了儿科医生，终于懂了。我女儿长大了嘛，啊！哎，这个小娇真有毅力，还在加班练习呢。
那是因为他资质愚钝。他今天啊，要是不把那个橘子皮缝好，邓老师不做他的代教，我看他悬。哎，你可不能把人看扁了。谁看扁他了？他是真不行，他简直是拉低了我们普外的水平，不对，是童心的水平。那你为什么偏偏跟这么差的一个人较劲呢？这就说明有一点他是好的，那就是他特别能激励人。爸，我怎么听您说这话，好像在偏向外人说话呀？要多看到别人的优点。哎，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我承认他是有优点的，但是缺点更多。针头反复穿过这橘子皮，焦家人突然明白了，原来邓老师并不是故意为难他，而他呢，却一直对他带着点抵触的情绪。可恨的是，这个人明明在背后下那么多功夫，当面却一句都不说。直到刚刚古院长的一席话，才让他终于明白了邓老师的良苦用心。我今天是来重新报道的。我觉得你可能不太适合当医生，我教不了你。我问你想干嘛？你不知道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手有多重要吗？你现在无论是从心理还是在身体上，状态都达不到要求。出去，马上！陆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天晚上啊，我看到家人2个家人啊都在练缝合。我走的时候，那个小娇刚缝了这么一小段，我就是好奇，我就想看看她呢，到底能不能坚持下去。当时我就在想，但凡她能够坚持，不管是练成练不成，我都要请你把她收下。你这是要给她开绿灯？人家姑娘够争气，哎，这回我可没有违背原则啊！哎，就是一个努力，就是你特招她过来的原因啊。是，但不是全部原因。小娇除了够争气、会努力以外，她身上还有很多闪光点，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。以后你就是她的代教了，就等着你慢慢去挖掘了。我怎么慢慢挖掘？它又不是宝藏。哎，如果您现在就告诉我，它是您曾经犯下的错误，真的，我一定信。又没大没小，在医院里不要乱说话，好不好？这不是我乱说啊，每个人心知肚明啊。哎，你看这2人名字啊，一个谷家人，一个焦家人，像不像一个紫薇格格，一个还珠格格？不让你乱说，你还来劲了是不是啊？这种事儿，让2个姑娘听见了怎么收拾啊？啊？哎，那要不这样吧，你再找一个叫子昂的，那特正经，从来不开玩笑那种，那我就可以下班了。让我再找一个，有你一个我就够够的了。哎，你看这2人名字啊，一个谷家人，一个焦家人，像不像一个紫薇格格，一个还珠格格？家人，你怎么了？魂不守舍的。没什么。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脸色看着也不太好，你是不是太累了？拿个东西给你坐一下吧。哎，我要不要带你去检查一下啊？
你和焦家人是不是很熟？对啊，我跟他挺熟的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别误会啊，我跟他就是哥们儿那种，完全没有感情纠葛的。他之前是喜欢我，不过我早就扼杀在萌芽状态了。你不会是误会了吧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他是关系户，对吗？哦，你说这个呀？你要不说他是关系户，我都快忘了。他这个人还挺努力的，而且做事挺专心的，看着不像是关系户啊。这古院长从哪儿找这么个人啊？你说要么不开后门，一开后门找的这个人还真挺有意思的。你有没有问过古院长啊？哎，家人，家人，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！是呢。哎，同心食堂人气菜肴全部上齐。今天这是有什么喜事儿啊，三千姐？你这请客的手笔快破了咱们食堂记录了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正式成为邓子昂亲口承认的学生。注意啊，绝对的正规军哦。我说你怎么这么兴奋呢？看来昨天晚上的橘子瓣是没白投的。其实从一开始啊，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练好。但是呢，我秉着铁杵磨成针的精神，失败了，站起来，再站起来。最终，我缝了比古家人多出好几倍的量，厉害吧？哎，说话注意点啊！我们古公主可没输，别忘了人比你快。重色轻友。别这么说，古公主挺好的。哎，还提起你呢。对我干嘛？关心你吧，可能想着未来你们就是同门了，多了解了解你，方便以后在一起工作。关心我？嗯。那我怎么觉得最近他对我的态度比以前更恶劣了呢？更恶劣？你和焦家人是不是很熟？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呦，我说呢，他当时找我聊天的时候啊，奇奇怪怪的，他是想找我搭话。我当时一直夸你来着，我真服我自己，我真笨。看来他对我有点意思。他是不是喜欢我？哎，他是不是对我有点意思？这人是不是你找来吃饭的呀？不知道啊，不认识。这儿吃肉。哎，这鱼也好吃。嗯。那个，他有没有问过你们关于我的事儿？没有。真能隐藏自己啊！说家人。你个小娇马上把火。焦家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又不是我什么人。你去喊一下他。我不去。哎，不是。小焦医生，小焦医生，你跟我说说我们家孩子现在什么情况？他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？比如说什么忌口的呀之类的。放心吧，你家凯凯都要出院了，已经没事儿了。哎，那还有我家的医生呢？之前跟瑶瑶上的差不多，可是瑶瑶第2天就回家了，我家的还躺在医院呢。你们两个伤势看起来差不多，但具体的情况，刚才查房的时候，邓医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哦，我听不太懂，你能不能再跟我们讲一遍啊？啊，各位家长，不好意思啊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待会儿跟当值的医生或者护士询问。我们还有别的病房要查，咱们不能耽误别的孩子，对吗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也是有点担心啊。没事，回头我把护理方面的知识整理一下，空了给大家开一个小讲座，你们就不要太担心了啊。那麻烦您了。谢谢张老师，不客气啊，再见。你能不能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只是想帮帮他们。你帮什么呀？
护理的问题有护士会去解决，我们是医生，我们有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。你先做好自己的分内，实在做你的圣母吧。他今天态度有点冲啊，但是我觉得有点道理，你自己想想。哎，谁呀？邓主任，有一个你们普外的快递，你看我在下面都放坏了，我这给你送上来吧。哦，这谁的呀？叫焦家人。哦，你给我吧。那就麻烦您转交给他。行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谢谢啊。家人啊，你寄来的钱和礼物都收到了，福利院的弟弟妹妹们都很想念你，大家都做了礼物给你。喂。把我叫到这里来干嘛呀？啊？说话呀！我想问你个事儿。啊，你说。你必须如实回答。搞得神神秘秘的，你有话你就直说。焦家人是什么来历？焦家人什么来历啊？福利院的弟弟妹妹们都很想念你，大家都做了礼物给你。可是他什么来历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你不必瞒着我了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嗯，你都知道了。啊，那好，公主，我也跟你说啊，咱们呢，英雄莫问出处，不管人家曾经如何，我们要看的是他现在的能力。还有，我觉得呢，过多的去探听别人的隐私，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没有任何帮助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要是不愿意说就算了。啊？嗨。下班啦？对啊。你又吃泡面啊？你又少吃这东西，这东西对身体不健康，不好消化。啊？你干嘛去啊？哦，今天呢是我同学孩子满月，参加满月酒席去。哦，我还以为你又要去相亲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我不骗你，我给你看，这是他们的邀请函，真的是酒席。你给我看这干嘛呀？我又不是，搞得好像我很在意。我这不是怕你误会吗？你看，我误会什么呀？你快走吧，一会儿赶上晚高峰了。可是。你怎么回来了？
我以后不去相亲了，行吗？啊？我说，我以后再也不去相亲了，行吗？你相不相亲？你问我干嘛呀？这不得问过你的意见吗？你同意吗？哪有你这么问人同不同意的？那我还得看你表现呢。好，那你看我表现。哎呀，你还去不去喝人家来月酒了？没有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那我现在就去了啊。一定要看我表现啊！行啊，我刚回来就被你俩塞了一嘴狗粮。哎，什么呀？离撒狗粮还远着呢。得了吧，我都看出来了，王航这次要主动追你了。哎呀，不会是想要拒绝他吧？他今天要是不跟我说这事儿，我真打算拒绝他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一直对他都挺有好感的吗？光有好感有什么用？他要是再不主动提，我真打算拒绝了。我才不要喜欢一个畏畏缩缩的男人。得了吧，人家这次啊已经很明确了，抓紧这个机会。我只说一遍，你用心记啊。首先，23床徐家伟，他是在踩踏事件当中被送过来的病人。我们老师啊，你之前不是说踩踏事件的病人不用管了吗？不是你要不要听？听，当然听了。我们在给他抢救的时候呢，我们怀疑啊，他有阵发性室伤性心动过速。那个，您这 PPT 做了多少页啊？54页吧。你打算每个小孩子都说一遍啊？那不用每个孩子都说吗？用，当然用了。那我画个大点的。开始吧。嗯。你也别站着啊，坐着记。哦。心内的人呢，跟徐家伟的家长也协商过了，他们决定择期治疗，所以就提前出院了。因此呢，你要过去跟徐家伟的家长交代一下，如果徐家伟在外面发生了心脏骤停的情况，记住千万不能做心肺复苏，最快的方式就是刺激他颈动脉附近的迷走神经。但是你要注意一点，不能只靠说，你要教给人家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，确定他学会了。 54页的 PPT， 每一个病童的病情记录、护理的要点、突发情况的处置。儿科医生的工作绝不止上班时间，而是伴随着整个的生活。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里，焦家人甚至都来不及注意，原来自己已经默默地前进了那么多，而他和邓子航的关系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。 哟，你干嘛去？哎，邓表师呢？里边呢？子昂，毛毛情况不对劲儿，走。怎么还有癌症啊？对，你看啊，在术后检查的时候吧，
发现了毛毛的脾脏后方有癌细胞的病灶，我们怀疑很有可能是结肠癌的癌细胞转移。上次手术不是成功了吗？结肠癌的手术是成功了，但是脾脏的手术还得找时间再做一次。还要再做一次？而且术前还得需要放疗和化疗，不能马上动刀，还得在医院待一段时间。毛毛爸爸，您是在担心费用的问题吗？王医生，我们也不想欠医院的钱，我们就是个普通家庭。上次毛毛的手术费，我们家就已经……毛爸爸，我理解。你看这样啊，我尽量用一些能报销的药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那我太谢谢你了，谢谢，真的谢谢你啊，王医生。没事，真的谢谢。别客气，我们都应该的。我先过去看一下。不是，王医生。早。怎么样？孩子情况挺糟糕的吗？你跟我说实话啊，你觉得毛毛这一次转移，跟我的手术有没有直接关系？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他这个程度肯定不是。根据癌症的情况来看啊，我估计是通过淋巴或者血液转移了。如果是临近器官的话，你在做手术的时候肯定一眼就看到了。但是很棘手啊，偏偏这次转移的是脾脏，是有些难。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好的方法？你觉得我之前跟你提的那个方案可行吗？那个呀，理论上是可以的，但是还是存在风险。什么叫理论上？那成功的先例也有很多，我们可以试一试。你会支持我的，对吧？可是你要这么做的话，是在赌毛毛的运气啊。他刚刚做完那么大的一个手术，现在免疫力有多低啊？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，他连一点赌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家属那边就交给你了，帮我嘱咐一下。喂，妈，我刚没听见。哦，我马上下来。妈，你怎么这么晚跑来啊？我这不是惦记你和你爸这两个活宝吗？今天去你舅舅家了，顺便给你们带点吃的。我猜你们多半是没吃饭。谢谢妈。真是，年纪轻轻的就不好好吃饭，将来跟你爹一样熬成胃病，就有了你的苦受喽。吃啊。妈，我爸他有没有去过云南啊？去过呀。20多年前的事了，好像是90几年来着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那在云南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当时说是去参加什么救援，结果去了好久都没回来，我都生气了，跟你爸在电话里吵架。我跟他说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干脆就别回了，在云南再成个家得了。其实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，没想到把你爹这给吓了哟。你怎么了？啊？哦，没什么。
没什么。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呢？我有一个同事是云南的，所以就问了。你这孩子，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的？赶紧吃饭，我给你爸送饭去了啊！哎，妈，我来送吧，你先回去吧。行，那你快吃啊。早点回去休息啊。好。会长，哎，哎，小院乔，长下班啦？怎么样？护理讲座反响怎么样？简直不要太好了！不仅家长热烈欢迎，连罗院长都特别高兴，全程协助我讲解呢。太好了！你别说啊，你这个主意啊出的真不错。以后我们同心呢要多开发一些类似的公益活动，这样呢不仅可以促使孩子们的痊愈，而且可以预防一些疾病和意外的发生。没错，以后你要开发这样的活动，我第一个报名参加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哎，什么好吃的呀？啊，这个啊是罗院长亲手包的馄饨，可香了。你要不要尝尝？香吧？我可没这个口福，别人犒劳你呢，你留着自己慢慢享用吧。啊，继续努力啊！谢谢院长。注意休息，别太累了啊！哎，哎，院长慢走啊！再见。哎，再见。那，罗院长的私房大馄饨。呀，那罗姐的手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她手如果不是粉碎性骨折，你看怎么能包出这个样子的馄饨呢？啊？我包的馄饨有这么丑吗？你自己对比一下啊！你看啊，你再看看这个，哎，那我不是想包几个馄饨，对你表示感谢吗？这也叫感谢啊？我怎么感觉有点恩将仇报的意思？怎么样？吃出感激的味道了吗？哎，你包的时候洗手了吗？早就不洗了。哎，家人，怎么不吃啊？你等我呢？挺丰盛啊！你吃吧，我不给他了。谁呀？没事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，不管怎么样我都帮你的。其实也没什么事儿。是这样的，我一个朋友，他其实家里本身气氛挺好的，父母很恩爱，对他也宠爱有加。但是他突然发现，他爸跟一个女孩有不清不楚的关系。他爸爸出轨了？不是的。他怀疑这个女孩是他爸爸的私生女。他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是摊牌呢，还是装作不知道？那他爸爸对这个私生女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很上心，暗中也给了不少帮助。那他对你朋友呢？
一样那么宠爱啊？因为他爸爸不知道他女儿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。那我估计你朋友的爸爸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，他就是想这样风平浪静的。那他不等于欺骗他妻子和女儿吗？你咋了？没事。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即使过了20年，还是会为当初做的事情付出代价的。那你那朋友准备摊牌了？那不然呢？那这个事情放到明面上的话，你朋友的家庭不就毁了吗？那他就应该忍气吞声吗？做错事情的人，难道不应该受到惩罚吗？20年前的事情惩罚，值得吗？还剩一个，你把它吃了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担心你有幽门螺旋杆菌。胡说什么呢？你尝尝你自己的手艺，真的特别好。尝尝，我服了你都。有这么好吗？也太好吃了吧！别看它卖相不怎么样，真的味道太棒了。真的？可以去卖了。可以吧？真的很好吃。是吧？我现在去值班了啊，谁吃的谁救啊。幼稚。我跟你讲啊，他这个人就是嘴上毒，人心可好了，时间长了就知道了。唉，真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家庭才能培养出这么变故惊风范种。你吃了吗？你又不是我什么人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原来正常家庭也能培养出惊风患者。好，来喝下来。大家好，豆子，快救救你弟弟！不是你们怎么闯进来了？特别疼。你们挂号没啊？这个当哥哥家还挂什么号啊？我过来看看他。你没挂号，出去挂号去，这是我们医院的规定。豆子，你这样对你弟弟，你就不怕你爸知道吗？别哭。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儿有病人，没法对你特殊照顾。你看，你要不要下去挂个号？豆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慢点，慢点。邓老师，孙主任让你去趟普爱办公室。啊，我现在过去。他会不会因为今天的门诊要训你啊？他要训我，我也没办法呀。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哎，我第一次见到真是，这挨骂还有陪着一起的。骂就骂呗，两个人挨骂，火力还能分散一点。今天的门诊是咱俩一起出的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应该一起承担。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是啊。好好看看自己胸牌上写的什么，我胸牌上写的什么，啊，有点食物链底端的自觉性，啊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我就知道，你
专门把我叫过来，不可能只是骂我一顿。你这人啊，有的时候样子是挺欠骂的，但是你做的事儿呢又不该骂。我只是觉得你或许想要了解一下邓家畅小朋友的治疗情况，但是啊，又死要面子不愿意开口。邓家畅已经被安排入住骨科，要不要去看看他？我看过他病历了，没什么大问题啊，过几天就能出院了，不用看。你这人啊，我觉得你真有意思。你明明心里面是关心的，为什么嘴上非要这么说呢？装高冷。老大，你最近这胃口可以啊，我看你一直在吃零食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怀孕了。哎，不对，有情况啊，不会真让我说中了吧？哎，你可以啊，老大。不是，你今年多大了呀？42了吧？啊，你真行啊！确切的跟你说，我今年43了。怎么样，高龄产妇要被你歧视啊？不是，好事儿，天大的好事儿。但是你自己心里得有数啊，别太不当回事儿了。你坐，千万别激动啊。没事儿，我跟你说，有经验，一点症状都没有，就是特别想吃。真是，哎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娟姐夫今年50多了吧？哎，你俩可真行，一个50多，一个40。行了啊，没事干扰你是不是？闲得慌，赶紧忙你的去吧。快出去！真是，还娟姐夫呢，没大没小。赶紧去吧。这个费用交过的是吧？这什么时候的费用？哎，子昂，真是越不想碰到谁，偏偏碰到谁。子昂，怎么？看到我这个爸爸都不想打招呼？你的宝贝儿子现在在病房，你如果想教育人的话，去那里教育他去。子昂，我生的你，养的你，你总不会连我这个爸爸也不想认了吧？老邓啊，你可别叫那么亲热了。我今天算是见识到邓医生的架子了，人家可说了，在这医院里啊，你就算是他的亲爸，他也不会放在眼里的。子昂，你干嘛去啊？哎呀，还有什？老邓，走了。老邓，喝点水。哎呦，谢谢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当年的老邻居，今天竟然在这样的场合重逢。是啊，这都过去多少年了啊！当年子昂还是个小不点儿啊，现在人家可是个副主任医师了。哎呀，说起子昂啊，我承认，当初啊，我呢确实有很多地方对不住他，可是现在呢，我也真是拿他没办法。你说这算什么？这是不是算一种回报啊？哎，可不能这么说。其实子昂啊，还是个好孩子。你别看他表面上一副玩世不恭、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，其实他的内心呢，还是很敏感、很脆弱的。我常常在想啊，这小子啊，就是经常用那个虚假的表面来掩盖他真实的内心。哎呀，现在想想，当时确实不应该让他在这样的家庭长大。你看看他现在的性格变成什么样子了。这也怪我，怪我和他妈妈呢，对他关心的不够。老大妈，你也不用太自责，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，子昂都长大了。你别看他现在什么都不愿意直截了当的表达出来，其实他是有真诚讨喜的一面的，真的。
门诊的事我听说了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我都支持你的做法。本来就应该在医院遵守你医院的秩序。那个女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了那些话，一点都不顾及你的感受。要是我也会把她赶出去。你怎么感觉比我还激动？我只是觉得很生气吧。你没必要生气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你现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。其实我现在还好，习惯了。各项指数都很稳定，放心吧。咋？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你能说出我没事儿，这证明你有事儿。反正现在活也忙完了，你过来。干嘛呀？哎，走了，老铁。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子昂和老邓这对父子的心结，还真难解啊。有什么好解的？要我说啊，邓伯伯当初那么风流，也没考虑过子昂哥哥的感受。你一个小姑娘家，说这种话干嘛？为什么不能说？难道你还要袒护他吗？爸，你一直拿着2盆兰花，当我一样宝贝着，对吗？那当然。 2盆兰花，2个家人。爸，焦家人到底是你什么人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这孩子，现在就咱们俩，你也没必要瞒着我。所有人都说焦家人是你的关系户，你是一个那么有原则的人，屡次3番的给他开后门，而且他也叫家人，他不是你的女儿是谁呢？ 你真的想知道？我一定要知道。好好的把我叫到这里来干嘛呀？打球啊！打什么球啊你？咋？我知道你心里有事情，而且这件事情呢，肯定还不一般。你有什么你跟我说说呗。 我跟你说，你真的想多了，我什么事都没有。我知道，你越是这样，你越不会说。不过也对，有一些话呢，有一些事儿呢，不是说我劝你你就能释怀。你所理解的跟我理解不一样，你只是不说出来而已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些事情呢，可能在你心里有你。20个球，比不比？来呀，来。 怎么了你呀？有点不舒服。哎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哎呀，有点累，好久没有运动了，有点适应不过来。啊，那要不这样吧，我找个人过来帮你看看。找谁呀？
你想让谁来啊？方曼啊，你有病啊！我叫方曼干嘛呀？他会看吗？神经病！我找小娇。原来你竟然是邓大神日庆事件的见证人呀！他根本就没有认好吗？不过今天门诊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，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邓家的豪门恩怨。但是呢，至少够拍一部很长的狗血家庭伦理剧。哎，像你这种知道太多、脑子又不够用的人，一般活不过2集。你当心邓大神杀你灭口！他敢！他还真敢。哎，小娇。邓老师啊，那什么，方曼在吗？在，我们在一起呢。哎，喂，邓老师啊，去哪儿？不说好20个球的吗？这一半还没到呢，又不行了？谁说不行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说一大老爷们儿呢？你嘴上行，你腰不行了。那你这更说不得了。哎，来的正好，曼曼也来了。邓老师，你找我啊？啊，不找你啊。曼曼，王航那个腰不行了，你去看看吧。刚才扭了一下，挺严重的，动不了了都，是吧？哎呦，我这个腰啊！你在那别动啊，少点动作，去看看。真的。没事吧？那个动作别太多好吗？走。啊？去哪儿？你任务完成了，走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有点事儿聊。哎呦你哪儿啊？这儿啊？骗子！哎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什么话？哎，对了，毛毛的后续你有跟进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立即采取手术吗？因为刚进行过手术，如果2度手术的话，会加重病情。错。不对吗？如果要进行2次手术的话，难点是什么？难点？因为癌症侵略的地方在后方，所以手术选择的术式会比较困难。只有这样吗？还有呢？还有啊，行了，早点回家，多做做功课啊。12个了。嘿。你说不说呀？都已经最后2个，最后2个。哎，说吧。再投俩行吗？不行了，太晚了，我得回去了。我走了。我是得把这句话说出来。我刚才也说了，我投进10个球就说，可是没想到我都投15个了。我说，方曼。